钱，退钱！牛来，我替你们看完了，出来了。家人们，刚刚看完牛来回来。宇宙奇观，国漫巅峰，叹为观止，太震撼了！我们都知道，电影院禁止喧哗，禁止交头接耳，禁止盗摄，但是牛来，没有人批判他盗摄，你可以自由的喧哗，你在看的时候可以随便讲话，随便交头接耳，你甚至可以和旁边的陌生人莫名其妙的就聊起来。比如我，大家非但不会指责你，你要是吐槽的精准，大家还会给你点赞，把你当领笑员。只要你笑，所有人就跟着你笑。网上看牛来，震撼程度不及电影院分毫。电影上来就是3坨屎在转圈，然后来到了几坨更大的屎旁边转圈，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它不会是什么制片厂 logo 之类的吧？紧接着一只傻鸟登场，它是主角之一的云雀。这只云雀呢，在天上飞了3分钟，然后就是一段超长的留白。这个电影的镜头语言就是这个样子的，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停顿、留白，再配合上它那个雷霆画面和音效，仿佛这些留白就专门用来给观众笑的一样。我的孩子，你来了。紧接着牛牛们登场，牛脸出现的时候，现场笑疯了。一开始他们是4个脚走路，小牛走累了赖在地上，牛妈妈就鼓励他站起来。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下一个镜头，牛全家就变成了恐怖直立员。走着走着，男主牛来遇到了一条蛇。小舌头，中国人浪费，中国人浪费，中国人浪费。接着遇到了一只长着猪鼻子的豹子，什么？这居然是豹子！退钱！但花豹是个知恩图报的豹，他阻挡了3只，哎，不对，4只，哎，不对，最后又变成了3只狼。是的，这他妈是狼！他阻挡了3只狼对整个牛群的攻击。哇哦，这个慢镜头有黑客帝国那个味儿了。但正当他准备和哈士狼战斗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奇怪的震动和异响，你们谁都猜不到出现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发生什么事了？退钱！不行，我倒回去再看一遍。对，这个物体就这么凭空出现了，带着引擎的轰鸣吓跑了狼群，冲着这个瘪犊子就冲了过来。我和这个瘪犊子一样一脸蒙圈，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故事就这么结束了，电影就这么结束了。哎，不对，又回到了电影开场它的梦境中。之前所有站立行走的牛，又都突然趴着走了，并且还走成了顺拐。退钱！牛来是中国电影的新低度，粑粑常见，但把粑粑盛在盘子里，端到饭桌上当成菜的不多见。都是来花钱尝尝屎是什么味儿啊！中国电影从此有了自己的地化版青花坑。笑死！博主带全家人去看牛来，这观后感是如何做到全国统一的？这些人这都打进来了，这观众走进来了，完了走错地方了，他们跟幼儿园似的。幼儿园都不看这个。你不告诉我是牛，我以为猴呢。这咋怎么这么些人看什么玩意儿？妈呀，小伙子，你那仨吹啥目的看的这个？这个太瞎了。我看短剧看着我都不舍得结束，花10块钱看这玩意儿，我回去我说啥我得花10块钱等这结束。哎呦我这可算结束了！说一下你看完这个片子的感悟。终于结束了。好爸妈说一下你的感悟。非常好看，你都来看啊！都看睡着了。这是中国的艺术。我的中国朋友给我推荐中国的艺术。我来了，买票了，好期待。我真的发现人机手笔会让我所有的意大利朋友们来看。中国的电影太勇敢了。电影刚刚结束了，家人们，我有一点我在干什么的感觉，但是最后还是感动了，我哭了。推荐你们都来看看吧。
Disney movie in China is so bad, it's good. And that's why New Lai is China's latest, most unexpected main character. So this is the movie. The animation, questionable. The reviews, brutal. And now people are buying tickets just to see how bad it is. As of Tuesday, New Lai made over 19 million yuan, or nearly $3 million. 你为什么来看 New Lai? 也是抱着猎奇的心理，想看看这部剧有多好笑吧。喊呐！来，我给求求你们把它带到美国，肯定会大火。最近，国产动画电影《牛来》在海外另类出圈，整片没有任何高级特效，仅凭质感粗糙的片段，却让评论区直接炸锅。有人直呼太酷，追着问电影名字；有人坦言从第一秒就觉得是烂片，看了几分钟反倒莫名上头；还有人放话自己从不去电影院，这部片一定会买票支持。一场跨国求资源的狂欢，热度比片子本身还要高。然而，与海外网友的热情追捧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部影片在国内上映初期的冷清处境。上映9天，票房仅7169元，排片少到几乎绝迹。但更离谱的是，它偏偏靠着全网玩梗吐槽，硬生生把排片给骂涨了。北京加场，广州加场，长沙也陆续排片。一部片子的命运曲线比它自己的剧情还要魔幻。为什么这么粗糙的电影能让国内外观众同时上头？重点从来不是它做得多好，而是它恰好踩中了这个时代普遍的审美疲劳。这年头，全世界观众都被工业流水线的完美大片喂腻了。超级英雄有公式，童话动画有模板，工整到毫无意外。而牛来彻底打破了这套规则，粗粝的3D 建模，不按常理的叙事，甚至带着一种我偏要这么拍的野生感。这种失控的非标准化的特质，反而成了当下最稀缺的新鲜感。更有意思的是，它连宣发预算都没有，全靠网友自发玩梗完成了跨国传播。从国内观众受害者联盟式的5星好评，到老外主动求引进，一部连排片都快保不住的动画，反而完成了一次最野的民间文化输出。它可能算不上合格，却让所有人记住了它的名字——牛来。为什么电影审查这么严，牛来这种大烂片也能进电影院？很多人看完都懵了，不是说电影审核卡得很死吗？这种水平的片子怎么也能拿到龙标排上院线呢？今天就给你捅破这层窗户纸。绝大多数人从根本上就搞错了电影上映的逻辑。一部电影能不能登上大荧幕，从来和它拍的烂不烂、好不好看没有半毛钱关系。审核也从来不管你艺术水平高不高。牛来能光明正大的上映，说白了就是全流程都合法合规，剧本没碰任何内容红线，制作符合官方技术标准，有发行方愿意帮他走落地流程，有影院愿意帮他排几场边角时段的场次。手续全，流程稳，他就有资格出现在你的购票列表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我是小坤。今天我们来聊一部非常神奇的中国动画电影。它不是哪吒，也没有什么顶级特效，也不是好莱坞大片，没有大明星、大 IP、大制作。它最大的特色只有2个字：很烂。电影叫牛来。但就是这么一部被网友吐槽到体无完肤的动画，最近居然上演了一场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奇迹。电影上映之初，票房惨到什么程度呢？只有几千块。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几天之后，剧情突然反转。网络上开始大量出现吐槽，有人嫌画面粗糙，有人嫌人物建模难看，有人看完直接留下神评，看了后悔80分钟，不看后悔一辈子。这句话本来是在吐槽，结果直接变成免费宣传，因为大家突然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到底有多烂？我倒要亲眼看看。妈妈，牛来！牛来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抽象的大宣发时代，没有任何的官方物料，那就影院自己手搓。所以你最近去电影院可能会看到一个非常魔幻的画面，旁边是各种精美的海报，角色的光影拉满，然后突然旁边出现一张纯手绘的牛来，线条手绘朴素真诚，就像电影一样。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牛来用一种非常离谱的方式证明了手绘的魅力。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它的海报是手搓的呀，线怪上，并且浴血推号，4K 的还，宣传费为0。妈妈，牛来！儿子有个动漫电影叫《牛来》，老好看了，咱们去看呢。真的呀？我也不用写作业了，终于不用写作业了。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
都把爱情想得太美，现实太诱惑。妈妈，牛奶。这是2005年的产品吗？我的家父母比得起我呀。没事，完了，我开口了。就你这个 baby 的太可好看了。叫啥呀？叫什么露脸？啊不，牛奶，管他什么来，不看后悔一辈子，看了一辈子都后悔。北美什么时候能上映牛奶？我他妈跟要饭的似的，我在什么抖音上看了一天切片了。你知道吗？现在你在 ins 上外网，你要是发一个关于牛奶的流量哈，那的点赞都过4-5万。这纽约什么时候能上映牛奶啊？让咱们这个菲尔德雷德的啊，那人说啥了兄弟？出口障外汇，我就十分想看牛奶。刚看完牛奶，完全没想到我竟然看哭了。本来是当个看的，然后甚至这2天因为牛奶这个视频号剧透都看了很多遍，想着大家可以欢乐的坐在一起看电影，就觉得很有趣。但是我没想到我真的看哭了，而且看着走出来还在笑的人，我其实特别羡慕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肯定还没有长大。因为这个电影中，其实牛莱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失去了他的妈妈，然后甚至他的朋友为了他也去，他的宝来也去保护他，然后最后慢慢的他一步一步成长了，自己去面对生活，面对生死的。当然我觉得牛莱是幸运的，因为他对于他来说是一场梦。可是对我来说，我醒来，我的妈妈已经不在了。笑不活了！电影院因为看牛来的人太多，出了个观影告知书和自愿观影责任书。工作人员知道已经劝不住你了，所以不劝了。取票前是最后一次反悔机会。自愿观影责任书，本人自愿观看牛来，无人胁迫，神志清醒，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单纯想看有多离谱。神经病！这么一部粗制滥造的电影，上映前10天总票房总共才1万元，结果这个消息被全网吐槽后，牛来的票房就像坐上了筋斗云，仅仅不到4天时间就暴涨2000倍，突破了2000万元。这是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大家平时吃的多了，看到这么离谱的史高低要尝尝咸淡，这说明吃食已经成为了当代大众娱乐中不得不品尝的一环。就连主播们在谈及如何直播的时候，也直言不讳地说：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去吃食。达他的低是什么原因？脑子里东西太少，脑子里东西太少怎么办？去吃屎就行了呀！就很多节目效果，其实你要多吃，你才能够举一反三。首先，你不能讨厌吃屎，你要把这口屎咽下去。你吃的多了之后，慢慢的你就会馋屎，你就会从这件屎里面举一反三，制造很多节目效果出来。这是时尚加时。没错，牛来彻底火到国外，连美国旧金山都搞起了放映会，主打一个有史同吃。相信大伙最近都刷到过国产动画电影牛来的各种抽象视频和二创视频，谁都没想到这部野漫片的电影居然能火到这种地步，连票房都突破了2000万大关，名副其实的国产影史奇迹。并且牛来不光是在我们国内火，甚至都已经火到了国外。短短几天，相关影片片段、梗图、解说视频就在海外平台疯狂传播，还有海外网友自发翻译。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海外网友对于牛来的评价居然还不错。有人说他比 AI 创作的任何东西都更加迷人，有人说他感受到了电影里的情感，没有一部动画电影让他哭得这么厉害，还有人说在 AI 时代看到这个作品真的让人耳目一新。果然，抽象乐子人不分国界。最让人绷不住的是，美国旧金山甚至还组织了一个牛来放映会。搞笑的是，由于放映会的主办方联系不到牛来的版权方，所以他们只能放映枪版的牛来电影。当然，他们也会远程购买国内牛来的电影票，以此来支持创作者。这个放映会每人收费10美刀，一半用来远程购票，一半用来支付场地等费用。连放映会的宣传语他们都想好了：有福同享，有史同吃。我就说嘛，现实里谁不想下班放学后急头白脸买票看一场牛来呢？这下好了，该开始统计牛来的海外票房了。
这下真坏了，刚刚逆势爆火的牛来却传出即将停止新增排片的消息，难道这场闹剧就要仓促落幕了吗？上映前10天，总票房才7700元，观影人次不足300，排片最少时，全国只剩5场，是2026年暑期档最没有存在感的院线动画。没人想到，让它起死回生的不是口碑，竟是铺天盖地的吐槽，直接导致它频频挂热搜。先来科普一些牛来的冷知识：主创只有2个人，导演信宇萌和他的母亲孙丽芳，出品公司前身还是家装修公司，2021年才转型做影视。母子俩花了5年，从建模到配音到片尾曲，全靠自己手搓。发行方当初看完成片，明确劝过不要上映，而他坚持要上，更是自己跑通了龙标，没资本没宣发，连预告片都没做，只放了一张精美的水墨海报。很多人说这是普通人的一次励志故事，但他的爆火却跟梦想没多大关系，因为本质上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神丑狂欢。普通烂片没人看，但烂到2026年院线，甚至可能是史上独一份的烂，那就不一样了。很多人买票不是为了看动画，而是为了获得一张我看过的谈资。正常电影是越好评越多人去看，牛来却是越被骂越有人买票。有人进影院是为了看电影，有人进影院是为了看笑话，有人是为了拍照吐槽玩梗。结果大家一边骂一边替他宣传，一边吐槽一边把流量送给他。就这样，一部原本只有几千块票房，几乎没有人注意的电影，突然开始一路狂飙，几十万几百万，最后直接冲上1000万元级别。你说这是不是很魔幻呢？但是牛来不是什么大公司砸钱做出来的，这部动画背后是一对母子，没有好莱坞的豪华制作团队，也没有什么顶级动画公司，更没有大明星站台，就是这对母子前后后花了5年时间，一点一点把这部电影做了出来。牛来采用纯手工制作，没有使用 AI， 所以网络上一部分人说太丑了，我一定要去看看到底能丑成什么样。另一部分人却开始说，先别笑，人家母子俩花了5年纯手工制作出的真东西，要支持一下。牛来出现了一个非常荒诞但又有点温情的票房逻辑，有人看笑话，有人看猎奇，有人玩梗，还有人是真的想支持这对母子。不管你抱着什么心情去，最后都得买一张票。所以牛来可能不是靠好看把观众吸进影院，它是靠故事把观众吸引进去的。查了下牛来的导演宇萌，不查不知道，一查才发现这个男人真的不简单，他根本不是电影圈的人，主业是搞装修的，名下公司之前叫大连更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21年才改行做影视，整部动画核心主创只有他和60后母亲2个人，宇萌一个人扛起导演、制片、建模、剪辑、配音所有工作，母亲担任编剧，还演唱片尾曲，没有团队，没有大额投资，母子俩硬是埋头手搓5年，做出这部86分钟院线电影。发行方看完成片都劝他不要供应，他却执意上线，好不容易做出来，不想就此搁置。上映初期9天，票房仅7000多元，影片建模粗糙，遭到全网嘲讽。谁知因为足够抽象，意外猎奇出圈，大量网友好奇打卡，票房一路逆袭，突破30万，影院排片暴涨。不得不说，他不靠资本，孤身追逐梦想，这哥们儿是真有点东西。最颠覆认知的是，这部爆火的奇葩动画根本不是资本大佬的玩票之作，而是草根逆袭的励志故事啊！普通家庭的60后妈妈为圆儿子的电影梦，倾尽心力，全程托举，没有投资就自掏腰包，没有团队就亲手打磨。母子2人边学边练，整耗时5年，全程靠2人纯手搓完成整部影片，就连片尾曲都是妈妈亲自演唱，倾尽所有支持儿子的热爱与梦想。而影片呢，牛来这次真是凭实力牛大了。虽然成片技术算不上优秀，但这种敢于追梦、坚持到底的无畏精神，真的值得我们普通人好好品味、好好学习啊！而说到底，大家盼的不只是股市能牛起来，谁不希望自己的生活也能跟着牛起来呢？所以说到这里，也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一直关注的好产品——普瑞堂9针9铺玄宝黑参。来自美国的 Marble 之前一直每隔1天喝一袋玄宝黑参口服液，他感觉身体各方面的亚健康都得到改善，特别是血糖得到控制。他特别感谢普瑞堂提供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赞助，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玄宝黑参口服液、植物鱼油、美元皂等产品。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美元即可获赠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多买多送。单笔满3000美元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好了，广告回来，我们接着回来看牛来真正魔幻的地方。事情到了这里还没完，因为牛来这2个字在中国股民的眼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牛市来了。这一下牛来直接和股市接上了。有网友说，明天指数上4000点，我就去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还有人非常诚实，电影很烂，但名字取得好。电影好不好看先放一边，牛市来不来才是大事。牛来真的把 A 股牛来了。最可怕的不是炒名字，而是市场开始出现语义定价。先把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说清楚。截至8月17日上午早盘口径，同花顺热榜前10突然挤进了4只名字带牛的股票。罗牛山涨停，涨幅 9.98%； 金牛化工涨超 6%， 一度约 6.56%； 红牛信息涨近 4%， 一度约 3.99%。公牛集团热度冲进前10，但股价反而微跌，一度约负 0.47%。更荒诞的是，这4家公司分别做养殖、甲醇、数据中心和民用电工，彼此没什么产业关系，跟动画电影牛来更没有直接业务关系。他们今天唯一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名字里都有牛。全红了，不是梦，真的是牛市来了。怎么回事，牛哥？股市因为我们真正的牛来了，股市5000只涨停。以前他们说我们只是牛，可今天整个股市都在等我们回来。我能把我们的牛牛同胞们都买回来了，我们回家。妈妈，别动！你现在身价1万亿，我凭什么？因为你是牛来，所以呢，牛来了。哎，牛总，您今天准备去哪儿？我去吃草，农业板块重大利好。这都疯了吧？我突然想喝水，水务板块买。那我要是拉个屎呢？环保板块啊。牛总，请问您怎么看 A 股？怎么看？用眼睛看啊。他说眼睛，光学概念。你们有病吧？你们有病吧？有病！医疗板块买。牛板块。这不是我干的。牛来理论的核心，牛在，市场就在。学到了，师傅。儿子，回家吃饭。女士，请不要靠近核心资产。我吃他妈！他妈，牛总母公司母牛奶业板块涨停了。妈，这个世界好像疯了。这种片子到底是怎么过审的？这个问题问得好。中国电影审查有2道关卡，一道内容审查，一道技术审查。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先说内容审查。牛来踩红线了吗？一只小牛学勇敢，学担当，正能量到不能再正能量，没有暴力，没有政治敏感，没有低俗，没有恐怖，审查红线一条都没踩到。内容审查这一关对他来说压根儿没有门槛。这我理解，故事主题本身没问题，可技术审查呢？画面做成那样也能过？这就到了最核心的部分。电影管理条例写得很清楚，电影技术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那这个国家标准管什么？管的是文件能不能正常放映，画面分辨率够不够投影，声画是否同步，字幕格式对不对，编码符不符合 DCP 标准。说白了，管的是能不能在影院放出来，建模粗糙不粗糙，动作僵硬不僵硬，穿不穿模，这些在技术审查眼里属于艺术质量，归市场管。也就是说，技术审查只保证能放，不保证好看。对，只要文件能打开，画面能投射，声音能听到，字幕能显示，技术审查就合格了。牛来这部动画片突然承载了多少东西？有人拿它当笑话，有人拿它当梗，有人拿它当素人创作的代表，还有人干脆把它当成股市吉祥物。这已经不是普通电影了，这简直成了中国网络情绪的大杂烩。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这么一部被网友疯狂吐槽制作粗糙的动画，为什么可以拿到龙标进入院线？这恰恰可以让我们看清一件事情，龙标不是电影品质认证，它解决的是这部电影能不能公开上映，而不是这部电影好不好看，更不是这部电影是不是艺术精品。电影可以很烂，但只要没有触碰相关内容红线，依然可能拿到龙标进入院线。牛来到底是票房奇迹，还是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上演一场大型荒诞喜剧呢？牛来可能真的来了，问题是它带来的到底是牛市，还是中国电影市场的牛气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牛来究竟能不能继续牛下去，我们拭目以待。感谢大家收看热点最前线，我们下期再见。